丈夫出轨，女主角醒重返职场，从绝望的家庭主妇化身律政精英，在不被看好时找到关键证据，为当事人洗脱嫌疑，自己也算立稳了脚跟。国产女性剧似乎离不开这种套路，但这种套路百试不厌，每次都能抓中观众的眼球。不过要说最吸引观众的地方，还得是剧中戏骨们的精彩演绎。男配团太出彩，演技碾压男主。第一位，韩之通的饰演者冯辉。冯辉饰演的韩之通是位律师，但从前几集中的内容来看，这位律师业务能力一流，可一点都不正义，而冯辉将这个伪君子演出了灵魂。当他听到下属想要独立完成案子，他手中的动作一顿，仅仅一个抬眼的动作，眼神中的不信任与警戒就流露出来。见下属转移话题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女生身旁，有意无意地将身体贴近女生，眼睛直勾勾盯着对方，脸上露出猥琐的笑容。见女孩走开，韩之通左右查看，确认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，低头放肆地笑出声来。受到代理人家属的委托时，韩之通准备草草结案，没想到罗英子热依扎实，处处用心，添了不少麻烦，打算和罗英子谈谈。开口之前，冯辉饰演的韩之通深吸一口气，轻咬牙关，将强忍着的怒气压在心底，问着罗英子话。没等他回答完，韩之通蹭的一下站起来，训斥罗英子自作主张，手指着他怒吼，脸憋得通红。冯辉完美抓住了韩之通在工作上的自私自利，对女下属时的嚣张恶心，将这一角色道貌岸然的本心诠释得淋漓尽致，如同本色出演一般。第二位，罗英子父亲的饰演者朱时茂。罗父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，有着老一辈人的思想，万事坚持以和为贵，即使知道女婿抛弃女儿远走高飞，还坚持照顾亲家的生活。朱时茂将角色迂腐顽固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当他知道女儿和亲家有着不可和解的矛盾，还擅自做主给亲家提供住所，刚进家门就质问罗英子原因，端坐在沙发上，手拄在腿上，抿着嘴唇，一脸严肃，一家之主的权威瞬间拿捏住了。罗父看着罗英子不停地教育女儿做人要大度，句句恳切，说到激动时一下子站起身来，直到看见女儿生气，目光才柔和下来。吃饭时用筷子戳中米饭，却一口没吃，一下一抬头，生怕罗英子瞒了他什么事情。见罗英子态度缓和下来，才换上一脸笑容，还不忘继续教导他做人做事的道理。从朱时茂的眼中，观众能看出角色对女儿的爱，还更多的则是满满的说教味道，让观众又恨又爱。这个角色简直是为朱时茂量身定做。第三位，王大福的饰演者冯雷。冯雷饰演的王大福是被冤枉的杀人犯，然而别人都不相信他是被冤枉的，因此在见到辩护律师时，他展现出异常的激动，而冯雷将这一点拿捏得非常到位。在韩之通问到是否同意他们做代理律师时，他立刻做出点头的动作，不断重复着同意，眼中全是求生的迫切。在说到自己与被害人的关系时，知道两人关系的不正当，不自觉地降低音量磕巴了起来，掩饰着自己的心虚。王大雷被释放之后，约罗英子表示感谢，站起身来迎接他，等对方落座他才坐下，手不断地搓着大腿，脸上带着笑意，体现着对罗英子的感恩。从动作到眼神再到表情，冯雷的每一处的变化都带着戏，将角色的情绪完美呈现在荧幕上。这几位配角的表演非常精彩，不仅与角色完美融合，也展现出自己高超的演技，让观众带入剧中，随着角色情绪的变化而变化。王阳油腻做作，暴露真实演技。然而正是这些配角足够出彩，让剧中男主本就浮夸的表演显得更加拉胯。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，说的就是韩硕的扮演者王阳。在前几集里，王阳饰演的韩硕戏份并不多，但王阳浮夸的演技却让油腻溢出了屏幕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和别人谈合作时，韩硕明知对方撒谎不戳穿，
此时韩硕应该一脸从容，看着对方能耍出什么花样。然而王阳表达这种情绪的方法则是歪头闭眼，伸出舌头舔牙齿。见对方派来的助理是与自己撞过车的罗英子，站起身来，双手抱胸，俯视着对方，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就立刻换成单手插兜，舌头抵住牙齿，另一只手抚摸下巴，一副轻浮做作的样子。不敢想象2023年还会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耍帅，由得我睁不开眼睛。一觉醒来，书圈顶流一下子变成中年油腻男人，王阳怎么这样演戏了？8月热播的《一路朝阳》中，王阳饰演的霸总清爽不油腻，与年龄相差21岁的李兰迪谈起恋爱也丝毫不违和，圈了一大波粉。到了无所畏惧中，饰演的角色人设不讨喜，王阳的演技也不讨喜，真是毁了这部剧。从播出效果来看，无所畏惧热度高居不下，背靠央视的大平台，收视持续走高。剧中对女性成长线的刻画引起观众无限的讨论，真实的职场生活引起无数打工人的共鸣。而且在女性为主的剧情中，编剧对男性角色的塑造也很到位，即使是反派角色也很鲜明。更关键的是，演员能演出角色的味道，让观众瞬间带入。不过无所畏惧也告诉我们，当配角太惊艳时，男主可以打酱油了。王阳的表演在一众戏骨的衬托下差得太过明显，还不如演小配角吸粉。你觉得谁的演技最好呢？